各位朋友，今日想同你好好倾一个人，一个喺早六點靜靜雞離開咗呢個世界嘅人，消息嚟得好突然。其實就喺幾個禮拜之前，你仲可以喺公開嘅平台上面睇到佢嘅動態。嗰陣時佢精神仲幾好，講天書地分析一啲市局嘅變化，佢講到一個好有意思嘅概念，講得好透徹，好多人轉發，淨係點擊都有好幾十萬。嗰陣時大家聽咗就算，覺得就係一個老先生分享緊佢嘅見解。邊個諗得到嗰段，幾乎就係佢留俾公眾嘅最後一段公開演講啦。佢走嗰陣81歲，呢個名對好多香港人嚟講係嵌入咗成長記憶入面嘅。你可能係學生年代朝早坐巴士返學嗰陣喺電台度聽過佢講新聞，你可能係出嚟做嘢之後深夜揸車返屋企，喺靜英嘅車廂入面聽佢慢慢分析一啲社會現象。你亦都可能係喺茶餐廳飲下午茶嗰陣，隨手翻開一份報紙，跳過嗰啲嘈嘈擺嘅娛樂八卦，但總係會喺富康嘅某個角落俾佢個名字吸引住。佢個專欄唔大位置，亦都唔顯眼，但就係有一種奇怪嘅魔力。佢唔鬧人，唔煽情，唔故弄玄虛，佢就喺嗰度安安靜靜咁講一啲嘢，講古代嘅智慧點樣用喺今日講複雜嘅嘢，點樣簡單咁睇。講人心點樣喺腐臭嘅時代入面安定落嚟，你睇完個心會覺得特別踏實，好似嗰啲纏住你好耐嘅煩惱，俾佢三言兩語就理清咗。呢個人真係個奇人，佢個傳奇要由佢後生嗰陣講起。佢後生嗰陣書讀得幾好，考咗入當時啱啱創立冇幾耐嘅香港中文大學個係一間全新嘅學校，佢係最早嗰幾批學生之一，佢讀嘅係理科生物化學之類，成績非常優異，所有人都覺得佢前途無可限量，將來一係做學問，一係從醫都係好體面好有前景嘅路。但命運呢樣嘢就係中意喺最唔經意嘅時候同你開一個天大嘅玩笑。嗰係1965年，佢讀大一，根據學校嘅遊學團去台灣做文化交流，後生仔嘛，20出頭淨係對世界充滿好奇，同疫情嘅時候可以同同學一齊出遠門，見識世面，交流學問。本來是一件好開心好有朝氣嘅事，但係喺台灣期間有一日佢淋咗一場大雨，可能當時都冇擺喺心度，後生仔身體好淋啲雨眩滅，結果第一日就開始發高燒，燒得好犀利，食咩藥都唔多掂，病情發展得好快，快到所有人都措手不及，最後經過診斷佢得嘅係一種病毒性感染，類似小兒麻痹症。嗰種呢個病最殘酷嘅地方在於佢會攻擊人嘅神經系統，導致雙腿嘅活動能力嚴重受損。醫生當時俾出嘅結論幾乎就等於一張判決書，醫生話佢呢世好大機會冇辦法再正常行路。嗰一年佢先至20歲，20歲人生先至啱開始。就好似突然間被按咗暫停掣，你諗下一個渣渣跳嘅後生仔，一個成績優異，對未來充滿美好想象嘅尖子生，突然間醫生話俾你知你下半世就要喺輪椅上度過嗰種打擊，邊係外人可以體會到嗰個唔單止係身體上嘅痛苦，更加係對成個未來嘅生命嘅摧毀。佢會諗我以後點算我嘅學業，點算我仲可以做啲咩？我係咪就變咗一個廢人？好多人遇到呢種事可能就諗咗怨天尤人，自暴自棄，覺得全世界都對唔住自己，從此將自己困喺一個細細嘅世界入面，再都唔出嚟。但佢休咗學足足3年，佢喺醫院喺復康中心度過咗1000幾個夜夜，佢冇將自己當成一個病人咁養，佢將自己當成一個學生，重新開始學假，學點樣做醫生，學點樣有創意去輪椅度，學點樣喺冇人幫嘅情況下完成最基本的日常生活，刷牙洗面做3食飯，呢啲對普通人嚟講好平常嘅事，對佢嚟講每個動作都需要由頭練起，需要付出巨大嘅毅力同汗水。嗰3年好難捱，但佢捱過咗3年後，佢翻咗學校，佢坐住輪椅翻到熟悉嘅校園仲係嗰個校園同學，仲係嗰班同學，但對佢嚟講一切都變咗。以前佢可以輕鬆咁跑上跑落，而家佢要先揾到無障礙通道。以前佢覺得理所當然嘅嘢，而家都變得異常困難。佢以前讀嘅係社工專業，嗰個專業要做好多家庭訪問，要去人哋屋企了解情況，做實務工作。佢坐住輪椅卻又唔方便，好多實務性嘅工作根本做唔到，所以佢冇抱怨，亦都冇要求學校俾佢特殊照顧。佢揀咗另一條路，佢轉咗去哲學系。呢個決定而家睇返轉頭真係太重要。哲學係咩？哲學研究嘅就係嗰啲最根本嘅問題，人活着到底係為咗咩？痛苦嘅意義係咩？自由同束縛之間到底係咩關係？
一个冇亲身经历过巨大痛苦的人读呢啲嘢，可能只系停留喺书本上嘅理解。但佢唔同，佢带住自己嗰副被命运狠狠周至过嘅心态，带住个3年艰难复康嘅记忆，带住对轮椅生活嘅切身感受去读呢啲嘢。嗰种感悟系坐喺图书馆玩激流嘅学生永远冇办法达到嘅。佢自己就系一本活生生嘅哲学教科书，后来佢以优异嘅成绩毕业，又继续深造读埋硕士课程。读书期间佢仲去咗一啲名校做类似老师。佢教课嘅方式好特别，唔系照本宣科，而系将自己嘅思考摆入去，啲学生都好中意听。你睇佢嘅人生喺经历咗一个巨大嘅低谷之后，又重新爬翻起身。佢冇变成一个需要人同情嘅弱者，佢靠自己嘅本事。重新喺社会上企稳咗阵脚。你以为佢嘅人生就系咁做一个坐喺书斋做活门嘅活者，做一个只需要月下嘅脑，月下之掰嘅门发言远远唔止。佢仲有更犀利嘅地方，佢係香港第一個參加傷殘人士奧運會嘅運動員。你冇聽錯，佢坐住輪椅代表香港去英國參加國際比賽。佢同世界各地嘅頂尖選手同場競技，最後雖然輸咗俾實力好強嘅人，但佢贏得嘅係全場嘅尊重。喺嗰個年代，香港嘅社會對殘疾人士嘅資源仲係好不足，公共空間嘅設計，人嘅意識都遠遠冇今日咁包容。一個坐輪椅嘅人淨係出門口都已經好唔容易，佢仲可以走出去，行到國際賽場上面去。更犀利嘅係佢仲係香港第一個考到車牌嘅殘疾人士。原因特別有意思，佢話佢有一次去英國見到嗰邊好多殘疾人士都可以自己揸車四圍去，想去邊就去邊。特別方便，佢翻嚟就問自己點解人哋得我唔得，於是佢就去活去好，最後真係好到咗。你睇佢呢個人從來唔會因為人哋話呢件事好難，呢個唔適合你就放棄，佢永遠喺度問點解唔得，然後佢就去做去改變。佢熱愛旅行，中意四圍，去佢嘅遊記入面寫過佢去北歐、太極，也去過絲綢之路太古堡，去過好多常人未必有勇氣踏走嘅地方。佢坐喺輪椅上，竟然可以比好多雙腳健全嘅人行得更遠，睇得更多。佢活成咗一種我哋好難想象嘅極度自由嘅狀態，身體被限制住咗，但佢反而將精神上嘅空間撐到無限廣闊。佢嘅家庭生活亦都非常圓滿。佢喺九龍醫院做腹腔治療嘅時候，遇到咗一位物理治療師。嗰個女仔好溫柔好專業，喺幫佢做腹腔分離嘅過程中，兩個人慢慢產生咗感情。佢喺人生最低谷嘅時候遇到咗啱嘅人，佢哋後來結咗婚，仲生咗2個細路，一仔一女。啲細路長大後都好有出息，所以事業都好唔錯。佢嘅人生應該有嘅全部都有，學業、事業、家庭、榮譽，佢一樣都冇少。佢用自己嘅親身經歷狠狠咁回擊咗命運俾佢嘅國際重拳。佢一生涉獵嘅嘢廣到你難以想象。佢辦過雜誌嗰陣時好有理想，想做一本有深度嘅文化刊物，但係市場好殘酷，最後因為經營唔落去停刊咗。佢亦都開過出版社，自己編書翻譯國外嘅著作。佢做過各種各樣嘅工作，老師、翻譯、編輯、出版人。但大家最熟悉佢嘅身份仲係喺電台做主持嘅嗰把聲。佢嘅電台節目一做就係10幾年，每日都有讀大量嘅新聞書籍資料，然後喺節目入面用自己嘅說話將嗰啲複雜嘅嘢講清楚。佢做時事評論，最大嘅特點就係唔鬧人。今日好多評論節目靠嘅係煽動情緒，靠嘅係製造對立，大家鬧得越兇狠，收視率越高。但佢從來唔係咁，佢就係用一種好平穩、好冷靜、好有分寸嘅語調，將事情嘅來龍去脈，將背後嘅道理一啲一啲咁拆開俾你聽。你會覺得呢個人講嘅嘢有根有據，唔係隨口亂噏。後來佢亦都上咗電視台，還好幾份報紙還專欄。佢寫嘢同講嘢一樣，不宰不垂，但好有分量。佢嘅文字乾淨利落，冇多餘嘅花巧，每一句都好似經過深思熟慮。佢仲喺大學做過兼職教授，專門開過關於中國傳統管理智慧嘅課程。佢唔會將嗰啲古老嘅學問當成死板嘅教條，而係將佢哋同現代嘅商業思維、同日常生活、同人際關係結合起嚟。喺佢睇嚟，古人嘅智慧從來唔只是用嚟好事嘅，佢係用嚟解決根本嘅問題嘅，係用嚟等日子過得更順遂嘅。而佢最拿手嘅，仲係對嗰部極其晦澀難懂嘅古代經典嘅解讀。好多人一聽到嗰部經典，第一反應就係算命睇風水神神秘秘。咁但佢唔同，佢從來唔講嗰啲故弄玄虛嘅嘢，佢將佢當成一門觀察世界變化、分析事情走向、反思個人命運嘅活門。
佢嘅讲解非常接地气，结合历史故事，结合现实生活，令你觉得原来呢部几千年前嘅故事同我哋而家每人面对嘅选择、困惑、烦恼竟然有咁紧密嘅联系。佢出过一本相关嘅军句写法亦都好特别。佢喺里面写低咗自己嘅理解同评语，但将更多嘅思考空间留俾讀者。佢唔會替你決定，唔會灌輸標準答案，佢只係將工具同方法擺喺你面前，等你自己去琢磨那種態度。好似佢為人處事嘅風格，温厚克制，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力。到咗晚年，佢依然冇停，但佢換咗一種新嘅媒介，開始拍視頻，講養生，講心境，講點樣喺呢個紛亂嘈雜嘅世界入面守住自己內心嘅一啲清明。佢講嘅養生唔係食啲咩補品，做咩運動咁簡單，佢講嘅係養心、養氣、養節奏。佢話俾你知點樣喺巨大嘅壓力之下，保持一份從容，點樣喺變化不定嘅環境入面，揾到屬於自己嘅嗰一點確定性。佢冇高高在上嘅說教姿態，更加似屋企一位閱歷豐富嘅長輩，將成世人積累落嚟嘅經驗同智慧，用最平實嘅語言慢慢咁講俾你聽。就喺佢離世之前冇幾耐，佢啱啱完成咗一部新書稿。佢講話書名同亂世同生活極為有關。佢好似冥冥中知道自己時間唔多，一直喺度忙住整理自己嘅思想，忙住將最後想講嘅說話寫落嚟。一個講咗成世、寫咗成世嘅人，到咗生命嘅最後一層諗嘅，仲係點樣將自己對呢個世界嘅理解留俾後人，留俾嗰啲願意聽佢說話嘅人。佢原名其實唔係後來我哋熟知嘅嗰個名，後來用嘅嗰個名係佢自己改嘅。借咗故事入面嘅意境，係一份想要衝破一切常規，飛向更高更遠地方嘅志氣。佢嘅一生都喺度進行呢個名。佢確實飛得好高好遠，超出咗好多人對一個坐輪椅嘅人的想象。回顧佢那漫長又豐富嘅一生，這跌宕起伏。少年時學業得意，青年時遭遇重創，壯年時重新奮起，老年時通達圓融。佢經歷過病痛嘅折磨，經歷過社會嘅偏見，經歷過事業嘅起起落落，但佢從來冇被任何一次打擊真正擊倒過。佢總係能夠喺一條台路已經行到正嘅路上面，硬生生咁再撇出一條新嘅路徑嚟。佢嘅離去令好多人感到不捨同惋惜。有人話呢座城市失去咗一位博學嘅通語，失去咗一把溫潤而有分量嘅聲音。有人話以後再也聽唔到咁有帶溫嘅評論啦。但我想佢留低嘅嘢，遠比此刻我哋感受到嘅失潰要多得多。佢留低咗一個示範，一個關於人應該點樣活嘅示範，係一個咩都講求觸動、講求流量、講求情緒宣洩嘅時代。佢示範咗另一種完全唔同嘅活法。一個人可以唔靠煽動情緒嚟獲取關注，可以唔靠販賣焦慮嚟贏得聽眾，可以唔靠製造對立嚟凸顯自己。你只需要安安靜靜咁讀書，老老實實咁思考，誠誠懇懇咁說話，時間耐咗，自然會有人願意靜落嚟聽你講。佢呢一生身體被困喺輪椅上長達半個幾世紀，但佢嘅精神卻比大多數四肢健全嘅人都要自由。佢經歷過最深嘅絕望，但佢冇變成一個苦大仇深嘅人，反而活得比任何人都通透，都溫和，都有力量。佢將嗰啲古老嘅沉重嘅智慧由顧忌堆裏面請出嚟，賦予咗佢哋新嘅生命，令佢哋真正變成咗可以幫到現代人嘅有溫度嘅思考工具。佢走咗，但佢並冇真係離開，佢嘅聲音留喺嗰啲老舊嘅錄音帶入面，佢嘅文字留喺泛黃嘅報紙副刊上，佢嘅智慧留喺每一個曾經被佢打動過、啟發過嘅人心裏面。只要仲有人記得佢講過嘅說話，記得佢講過嘅道理，佢就仲活着。如果你都曾經喺某一個時刻被佢某句話觸動過，被佢某一個觀點點醒過，不妨將呢份觸動分享出去，等更加多人知道喺呢個世界上曾經有呢一個人咁樣活過。佢用自己嘅一生話俾我哋知一件好重要嘅事，命運嘅劇本點樣寫有陣時由不得我哋自己揀，但點樣演好呢出戲，決定權永遠喺自己手裏面。我哋下期再見，多謝你嘅收睇，再會。